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感觉钱越来越难挣了？大家好，我是鸡汤天。今天我们不聊宏大的经济数据，也不分析复杂的行业趋势，我们就聊聊最近弥漫在空气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一种使不上劲的疲惫，一种对未来的隐约心慌。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刷着手机，看到昔日同事创业成功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默默关掉屏幕，在家庭群里不再主动谈论工作，只回复一句还行，挺好的。朋友聚会，话题总是不知不觉滑向现在真是啥都不好干。甚至在刷招聘软件时，会对着那些要求高、薪资平的工作描述发呆很久。如果你有，那么我想说，请先别急着批判自己的不够努力或能力不足，因为这一次那份焦虑的底稿或许真的不是由你我个人书写的，它是一种气候，一种我们共同呼吸的情绪空气。今天我想和你坦诚地聊一聊，这份挣不到钱的焦虑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由3个层面构成，像3块不断挤压的透明玻璃，而我们就在其中。我们这代人，尤其是80、90后，是在一种怎样的叙事中长大的？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找份好工作，就能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努力与回报之间被描绘成一条清晰、笔直、大概率畅通的因果链。我们信仰个人奋斗，就像信仰重力一样自然。于是我们挤破头考入名校，在职场里996，相信延迟满足，现在辛苦点，未来就能轻松些。我们钻研个人提升，学 Python， 考各种证书，试图把自己打磨成更闪耀的螺丝钉，以期拧进一台回报更丰厚的机器里。但最近几年，这条因果链在许多人的感知里，它生锈了，甚至断裂了。你发现那个加班到最晚的同事，可能最先被优化，你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学的某个技能，转眼间就被 AI 工具普及，不再稀缺。你按部就班工作5年，存钱的速度远远追不上某些资产价格的波动，努力的确定性被打破了。我们依然在努力，但那份笃定感消失了，这就造成了第一重焦虑，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是不是我还不够好？是不是我的努力方向错了？更深一层的是，我们过去赖以生存的经验也在失效。父母那辈进一个好单位干一辈子的经验，在平台崛起又陨落，行业1年1风口的时代显得苍白无力。我们仿佛在一条湍急的不断改道的河流上航行，没有地图，而老一辈的灯塔照亮的已经是另一片安静的海域。这种代际经验的断层，让我们在独自摸索时格外孤独和心慌。所以这是个人努力叙事的玻璃顶，我们抬头以为能看到天空，却只看到一层透明的障碍，告诉自己旧路径的极限就在那里。当我们个人的努力遇到天花板，自然会看向外部环境，是不是机会变少了？是的，而且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系统性的机会稀释。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那是一个电梯上行的时代，只要你在电梯里，无论站着蹲着都能一起上升，遍地是增量，处处是蓝海。但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会从野蛮生长的增量时代逐步进入到精耕细作的存量时代。蛋糕做大的速度慢下来了，大家的目光自然更多的聚焦在如何分好现有的蛋糕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竞争会变得无比内卷和高清。过去你有一个模糊的优势，可能就能抓住机会。现在每一个赛道都挤满了人，你的优势必须被显微镜审视，够不够独特，能不能形成壁垒，能否持续变现。创业的门槛从发现需求变成了如何在巨头的缝隙和红海的绞杀中生存。更关键的是，过去20年创造巨大财富和中等收入机会的关键引擎，比如互联网平台经济、房地产及其漫长产业链、教培行业等，都先后进入了深度调整或平台期。这些行业曾像巨大的海绵，吸纳了海量的高学历人才和劳动力，创造了程序员年薪100万、带货主播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当这些引擎相继降速，而新的能承载同等就业规模和财富效应的引擎，比如高端制造、新能源尚在成长，且对人的技能要求完全不同时，就会形成一个机会堰塞湖。大量的人带着过去的技能和期望，涌向几个看似安全的洼地，如考公、考编，导致这些道路变得异常拥挤。而新的机会高地，许多人又需要漫长的跋涉才能抵达。这种结构的切换期
注定伴随阵痛和迷茫。它不是针对个人的惩罚，而是整个系统在换挡时的必然颠簸。所以这是增长平台的收缩，我们熟悉的能轻松跳上去的台阶变少了，或者消失了，眼前是新的山崖，需要新的攀登工具。如果说前2块玻璃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第3块玻璃则是我们亲手拿起，又无时无刻不映照着自己的社交媒体和算法构建的比较地狱。想一想，你的焦虑有多少是在独处时自然产生，又有多少是在刷了半小时朋友圈、小红书、抖音之后被急剧放大的，算法精准的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平行宇宙。在这个宇宙里，同龄人都在人均年薪100万，裸辞环球旅行，创业首轮融资，后辈则大学期间经济独立，毕业即网红，轻松获大厂 offer。 消费主义依然在耳边低语，你值得拥有，拥有它，你就拥有了某种生活。我们的大脑在算法的喂养下，错误地将被展示的局部当成了生活的全部，将极端案例当成了普遍标准。这种持续的被动的比较会严重扭曲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幸福感，它制造了一种所有人都比我过得好，跑得快的恐怖幻觉。更重要的是，它偷走了我们的时间感。过去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其影响范围是有限的，传播是缓慢的。现在任何一个成功故事都能在瞬间传遍全网，刺激千万人的神经，这让我们对人生节奏的容忍度急剧下降。三水而立的焦虑被无限放大，好像一步慢就步步慢，再也追不上。我们失去了慢慢来的勇气，陷入一种慌乱的静止，内心焦灼万分，脚下却不知该往哪迈步。所以算法的魔镜，它造出的不是真实的自己，也不是完整的世界，而是一个被精心筛选、放大，用以收割我们注意力和情绪的令人焦虑的幻想。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沉重，我们看到了3块玻璃，个人叙事的天花板，系统机会的稀释，比较幽灵的缠绕。那么出路在哪里？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该如何自处？我无法给出3步教你年薪100万的万能公式，那可能是另一种焦虑贩卖，但我可以分享几个或许能让我们稍感安定的思路。第一，重新定义增长，把对增长的想象从单一的线性的职位晋升和工资暴涨拓宽到更立体的维度，技能的增长、认知的增长、心性的增长、生活质量的增长。读一本难懂的书，掌握一项能让自己愉悦的手艺，通过运动获得对身体的掌控感，经营一段深入的关系，这些非货币化的增长是构成我们生命质量的基石，且在不确定的时代更能带来内在的稳定感。第二，练习区间管理，放弃点位执念。我们总幻想人生能精准踩在某个点位上，30岁前结婚生子，35岁前做到总监，当现实偏离，便痛苦不堪。试着把人生想象成一条波动前行的曲线，我们管理的不是某个具体点位，而是这条曲线的总体区间和趋势。只要大方向没错，区间整体向上，过程中的波动和回撤就可以被更平和的接纳，这能有效缓解一步落后、满盘皆输的恐慌。第三，实施数字节食，保护注意力，有意识地减少漫无目的地刷社交媒体的时间，尤其是那些容易引发焦虑和比较的内容。把注意力回收，投入到真实的线下的人际连接中，投入到能产生心流的活动中，你的注意力流向哪里，你的情绪和能量就流向哪里。第四，接受有限性，拥抱具体的生活。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只是一个普通人，无法攀上世俗定义的顶峰。这并不可耻，接受个人和时代的有限性，反而能让我们从必须如何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然后去爱一个具体的人，做一件具体的事，过一种具体的生活，关心粮食和蔬菜，打理好一个房间，维护好3两好友，这些具体而微的事物具有强大的抗焦虑效能，能为我们提供真实可触摸的生存坐标。所以朋友，如果你正被挣不到钱的焦虑所困扰，我想请你先给自己一个拥抱，你的感受是真实的，它不是你一个人的脆弱，而是一代人在时代转折点的共同颤栗。这不是在为我们躺平找借口，而是在为我们的站立寻找更坚实、更清醒的地面。看清结构的压力，不是为了抱怨结构，而是为了不把所有的压力都归咎于自己。承认时代的波动，不是为了随波逐流，而是为了在风浪中更好地稳住自己的船舵。也许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突然找到一个遍地黄金的新大陆，而在于在一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重新学会耕种，重新定义属于我们自己的丰收。我们可能无法轻易挣脱那3块玻璃，但我们可以尝试在玻璃上一口气为自己画一扇小小的透光的窗。我是鸡汤贴，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感受或不同的思考，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我们彼此看见，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下次再见。